大厨拿起刀想切开龙虾，却突然发现龙虾底下有什么不明液体。他想拿起龙虾一看究竟，可下一秒。被喷了一身的大厨生气地叫了学徒来处理掉龙虾，可学徒却在处理的过程中也被喷了一梭子。当他们都以为这只是龙虾死掉了而已时，大厨在下班的路上突感全身无力，他以为只是上班太累，坚持着往家里赶，但他还没走出几步就突然倒地，口吐大量黑色液体，并在随后抢救无效宣布死亡。这就是由《权力游戏》团队最新打造的科幻灾难片《种群》。该片一经上线就获得一致好评，看过的网友都表示，原以为这只是普普通通的片子，却没想到越看越上头，剧情更是没有一句废话温馨。或许海底真的生存着高智商生物，随着人类逐渐污染海洋，海洋同样也已经开始对人类做出了反击。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即将出海捕鱼的渔民说起。男人本是这个村落最有能力的渔民，每次出海他都会前往更深的海域进行捕鱼，这一次也同样如此。危险也偏偏是这一次到来的。就在男人撒下渔网期待着能捕大鱼的时候，却没想到回收的渔网怎么也拉不动。随着他猛地一用力，男人也被反作用力拖进了海里。他并不想丢失自己赖以生存的渔网，于是便开始下潜试图将渔网拿回来。然而他才刚潜到水底，却突然光线开始暗淡了起来。他一抬头才发现头顶已经被密密麻麻的鱼群包围，而此刻他想逃生已经来不及了。男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鱼群将自己淹没。而后，在海边的一处观测站内，一名叫查理的生物学家突然收到潜航器故障的信息。为了重要的观测数据，查理赶忙前往信标所在地拿回了观测器。在技术人员的检查下，才发现是漏水造成的电路板损坏。重新安装上新的电路板后，查理又和助手兼男友前往目标水域重新投放。可他们才刚放下潜航器，男友突然发现水面上漂浮着冒白烟的白色块状物。查理不慌不忙的就将这个物体捞了上来，然后用打火机一点就轻松点着了。It's methane hydrate.甲烷水合物也叫可燃冰，它是由藻类死亡后下沉在海底不断累积而成，分解的时候会释放甲烷，所以会因低温而结冰，通常会很难遇到它们脱离整体浮到海面上来。Looks like a hell of a lot. More than just a few pieces. 这么多的可燃冰浮出水面也是惊呆了查理，因为从事海洋生物保护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情况。为了探明原因，查理将这些画面录制后发回去给了总部研究。而在另一处的海边，一头满身诡异伤口的虎鲸被冲到了岸上。为了查明原因，同是海洋生物学家的莱昂根据风向来到了一处海湾。通过经验老道的渔民，他了解到2个小时前他们出海的时候，确实有一头虎鲸对他们渔船发起了攻击，并严重破坏了船只。为了自保，渔民只好用镰刀和刀叉进行反击。或许正是海滩上的那头，但这些又再次让莱昂头疼了起来。因为虎鲸是群居生物，它们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那又是什么东西致使它发狂的呢？莱昂百思不得其解。为了查明原因，莱昂开始日夜监听周围海底的情况。终于在这一天，他终于探到了虎鲸群的再次出现。于是他立马收拾准备出发，然而他却没想到，就在附近的一处港口，一艘观鲸船也同时出发了，并且目的地和莱昂一样。莱昂来到海面上之后，也开始放下监听器监听鲸群的动向。可就在他沉迷的时候，一头座头鲸突然从后面游了过来。座头鲸在莱昂的船边停留，盯了他好一会，接着又不动声色地离开了。本就不是为座头鲸而来的莱昂，并没有管那么多，他继续注意着虎鲸的动向。可也就在他拿起望远镜观察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观鲸船的身影就在鲸群前进的路线上。见状不妙，他立刻驱船前往提醒。这时座头鲸已经开始在观鲸船周围开始表演了起来，然而船上的乘客却全然不知危险已经逼近。这时莱昂也来到了坠船地，虎鲸群同样也已经紧随而来了。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与死神赛跑了起来。最终莱昂还是没能救回所有人，即使海洋发生这么多的异变，渔民却丝毫不以为然，他们仍然捕着他们的渔获。水底的一只龙虾就被他们捕走，并被酒店采购买了回去。接下来也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对于大厨的死亡，医院却查不出任何原因，甚至他口吐的黑色液体也不知道那是何物。一名叫斯嘉丽的女医生为了探明真相，于是就找到了该酒店的厨师。经厨师介绍，他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知道这些后，斯嘉丽又马不停蹄前往寻找那名也被喷了不知名液体的学徒工。可现在学徒工家里却空无一人。经过斯嘉丽的寻找，他最终在卧室找到了他。
另一边，为了查明可燃冰为什么会异常浮出水面，查理的公司也派遣了科考船前往实地探查。随着探测机器人下潜到海底，他们也发现了海床上多了很多不明蠕虫，它们成群地趴在可燃冰上。看到此景，他们认为或许是这些蠕虫的原因，所以他们就将一些蠕虫带回来了研究。通过显微镜的不断观察，科学家发现这并不是现有记载的任何生物，它们就像外星生物一般突然出现在了海底，甚至通过观察发现，这些蠕虫的繁殖和生长能力都非常强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它们是怎么出现的也无从知晓，甚至它们好像集体都在啃食可燃冰，并且会一直前进直至死亡，而它们身上好像还携带了什么不知名物质，导致即使它们死亡之后，这些物质仍然腐蚀着冰层。整个公司的科学家都对此做不出任何解释，无奈他们又只好决定启动科考船前往。And Aaron, I want you to go with them. Happy to. 但这次他们不再是只在表面观察，而是直接打算赶在蠕虫之前钻破冰层，看看底下到底有什么。可随着钻井的不断进行，他们突然听到了什么异样的声音，紧接着科考船就开始抖动了起来。这意外来得太突然，为了防止意外加剧，他们只好停止了钻井作业，然后留下一些人继续观察变化，其他人则回去继续研究蠕虫。这边莱昂为了探明虎鲸主动攻击人类的原因，也找到了一家货轮公司，并在这里见到了由木村拓哉饰演的总裁。因为就在不久前，他们的货轮在运货过程中不仅遇到了暴走的座头鲸，甚至还从海里带回来了从没见过的扇贝。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莱昂见到了那个满是扇贝的货轮。经工作人员介绍，货轮在出发之前船体还非常干净，但才在海上航行了18天就布满了这些扇贝。Mind if I? We've got plenty to spare. 莱昂带着一些扇贝准备回去好好研究。也就在晚上的时候，留在海上的科考船却出了意外。只见一名科考人员正在录视频发抖音，却在录到一半的时候，电脑突然出现了故障，紧接着桌面开始抖动，监听显示器上又突然出现了大音量的波长，船体周围也出现了大量气泡。这一切都在说明，死神已经将他们包围了。也就在科考船出事的第2天一早，一对情侣正在桥上嬉戏打闹，他们在打闹中也失手将一本书掉到了水底。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随着书本浮出水面的却是大量的水母，并且数量多到直接遍布了整个港口。这边为了探明大厨和学徒死因的斯嘉丽，也将他们的血液拿回了实验室进行显微观察。通过和正常血液的对比，斯嘉丽发现他们的血液中都多了一种创伤弧菌。因为在正常人的血液中，人体的免疫细胞会消灭弧菌，但这2人血液中的创伤弧菌居然杀死了他们的血细胞，并且速度极其惊人。明显这是一种新型的病菌。 Yeah, lucky no one else has contracted it. There have been other people infected. I just heard this morning. None of them survived. 这边将扇贝带回实验室研究的莱昂，经过研究后也发现，这种拥有蠕虫般牙口的扇贝不是地球上任何一只贝类，并且通常的贻贝一般是不会游泳的。那么它们是怎么快速附着在货轮上的，就又成了一个谜团。对于这个谜团，莱昂又想起了海滩上的虎鲸，于是他就申请了对虎鲸进行解剖观察。 Sure an orca's big enough for your first time? No problem. Fine. But they're your responsibility. 随后在海滩边就地解剖，莱昂取出了虎鲸的大脑。继续通过解剖后，莱昂发现虎鲸的大脑里出现了一种白色类似真菌的物质，这种迹象表明海洋中似乎有一种不知名的真菌正在改变着海洋的形态。同时间的一处洗车店内，一名洗车工上一秒还在开心着工作着，下一秒却突然开始乏力迷糊了起来。 随后，这个男人被紧急送进了医院，跟大厨一模一样的症状，并且这种病状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12起了。收到这个消息的斯嘉丽似乎想起了什么。 The garbage disposal. 是的，垃圾处理机。因为那龙虾被学徒工打碎丢进了排污系统，所以很可能这个创伤弧菌已经跟随着水源进入了自来水系统。可他话才刚说完，医院里面顿时就又多了大量的病患。 这时候知道了虎鲸主动攻击人类的原因后，莱昂又开始在地图上研究起了所有被攻击的地点。只见他在地图上用炭笔轻轻这么一划，就知道了虎鲸的攻击规律。Should have seen it before. This is the migration route. All the attacks are happening along it. 知道这些后，莱昂又驱船来到了一处地点，然后穿着泳衣就跳了下去，紧接着就游到了一处座头鲸的栖息地。而此时的座头鲸都全部在倒立睡觉，这也正是莱昂行动的主要原因。他趁着座头鲸还没醒，就将一个监视器贴在了他身上。可他才刚安置好，座头鲸居然在这时候全部无征兆的苏醒了过来。见状不妙，莱昂赶紧解开腰上的负重上浮逃命。
他们成功逃出了座头鲸所在的海域。随后通过一连几天的等待，莱昂终于收到了监视器发回来的信号，于是他立马驱船前往带回了浮在海面上的监视器。回到实验室后，他们又立刻对拍摄的视频进行观察。在视频中，座头鲸一路向前游行，并且一切都非常顺利。但当他们来到一处水域的时候，却突然开始集体下潜。Do they usually dive this deep? No, never. 随着座头鲸的一路下潜，海底也开始变得漆黑无比。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就在前方的深海中，居然出现星星点点的亮光，甚至座头鲸越接近亮光就越亮，仿佛海底有着一座繁华的都市一般。